好，我们继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缅甸啊。缅甸的官媒最近有报道指出说，缅甸军政府所支持的政党联邦团结发展党，在极具争议性的这个全国大选第一轮选举当中，目前是获得领先。而这次大选呢，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的第一次投票。提到了缅甸的诈骗园区一直都是让外界所令人发指的目标，但很少有人真正进去过实际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讨论过非常多，而今天我们的来宾之一秉佑兄特别这次到了缅甸去一趟那你是直接到了泰缅中部边境妙瓦底南区，在顺达园区的这个地方。对。OK， 顺达园区我让大家了解一下过去主要是由中国大陆的福建帮的势力所掌控。2025年呢11月25号被克伦民族解放军给攻下，而在目前呢是由反军政府的武装势力来掌控请教秉佑，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次去目的一开始是就是反政府军他们开始有一些人，因为过去他们在整个内战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跟中国在互动了那他们认为就是说，中国还是比较偏袒军政府所以他们开始希望能够结交其他的新的朋友。那有一部分的人可能透过留学啦，透过什么关系，就开始跟我们这边有一些联络。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觉得要发展民主伙伴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对台湾来讲，其实缅甸非常的陌生，但我们只知道就有诈骗这个是一个大本营嘛所以我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到那边去，然后看看能不能谈看有关诈骗的这个反诈的合作了那就正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他们去打下了这个所谓的顺达园区。那这个动机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自己的掌握的一个讯息是，这个顺达园区里面其实是有极少数的美国人，很少数的美国人，所以有可能是不是说美国政府有希望这些反政府军去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后来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要求说，是不是能让我去里面看？因为我们很多在台湾的对这个所谓的诈骗的报道很多，可是没有人看过真正里面长什么样子。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拜托他让我去看看。你第一手观察是怎么样？我第一手观察，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全台湾的这些民众，不要对诈骗这件事情轻忽，因为他们其实是用尽了生命的力量在想尽办法要骗你。他不会很单纯的只是利用你人性的所谓的贪婪或等等这些，他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包含这种所谓的感情的诈骗、投资的诈骗、司法的诈骗。司法诈骗我觉得就很特别，有一个朋友他就前阵子被骗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他以为他不提供这些资料，他会害到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他就把某些资讯提供出去，结果造成他的这个账户内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被移转损失。那这个就始料未及，他并不是因为贪心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要非常的谨慎。他们想尽办法骗了这么多人去那边去从事诈骗行为的时候，这些做诈骗的人他不努力骗人，他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直会，我其实拿了很多笔记本回来，他们里面就是怎么去做人设啦，怎么去想好我跟你怎么谈恋爱啦今天跟他谈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我明天我要再给他一个小故事，再给他鼓励一下。我必须讲这个就是非常多套剧本，而且非常充分的工具去做这些所谓的电诈的行为。那你只要一付钱之后，其实这些就是进入着虚拟货币的世界之后，然后流通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要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三不管的地带，军政府它也势力也达不到。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反抗军，它其实也没有能力掌握全局。那西方主流国家或者说这些真正有制度的国家，泰国或者说欧美国家或台湾、日本想要去帮助，其实都很困难，因为它就是一个坦白讲，我觉得荒山野岭。所以当在这种无秩序的这个地方去产生，它只要透过一个星链，它只要一个 Starlink 连出去，它就可以 reach 到全世界所有的人。我里面还有一个片段说，我说不要以为说这个诈骗的这个受害者只有在亚洲，只有在台湾，我就在当场捡到一个 AT&T 的 SIM 卡，捡到3张，然后里面的确为什么符合我们的情报，就的确或许是有美国人在里面被逼着要去从事电诈。那甚至我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假装是白人的那个脸书账号，他是台湾人，我跟他说我说他是来请我求助，向我求助的那我一看就是说他英文程度是很好，他就是负责去骗欧美人士的这个，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很难，我们有通过这么多的这个宣传，通过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警告，可是如果你不去理解他们是一个有密集的资本、人力
技术在从事这些犯罪行为的话，你会太过轻忽。对，因为他应该是要用政府力量去对抗的，所以在每一个人来讲，你应该更清楚，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点点认为这个是疑虑的话，你应该就要去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去求证。好，因为这些手法其实在我们政府都会尽量的去收集，只是我们不会去公开的原因，也是因为怕有人会去利用这样的手法去害人嘛。哈，但我只能说，我们过去听闻的这些邪恶事迹，我直接把它亲眼见证带回来给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顺达园区只有4000人，但是就我所知，就我们初步的估计，整个在缅甸妙瓦底周边的电诈园区从事诈骗行为的，至少有30到50万人，它是一支大军，所以那个只是其中的9牛1毛而已，它只是9牛1毛而已，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比台湾军队还庞大的一个集体。那我请教，你觉得用铁腕手段根除得了吗？我认为用铁腕手段会造成一定的程度的伤害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电诈毕竟它需要一定的硬体设施，那它资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譬如说，我要骗到你，我可能不会说我今天跟你接触我就马上得到资金，而是他可能 cooking 了3个月、5个月、半年之后，他才开始说我终于开始回收了这个资金。那只要让他的这个所谓的资金链能够断掉，我打击你的电诈园区，事实上是你电诈园区你的新建，你要盖这些组合屋，你要盖这些生活设施，都是需要钱的。那如果说他还没赚到钱，他就损失了，那他怎么会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的运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原因也很简单，你要抓人很困难，因为茫茫大海当中整个这个所谓的中南半岛这么庞大，你要找到人很困难。可是你在卫星上，你要看到有一处新的电诈园区出现，非常的容易。好，所以你点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可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得了的，而且就是你真的要是断金流，然后呢断通讯啊，或者甚至是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用轰炸的方式，这个因为在2025年底啊，其实缅甸柬埔寨的主要诈骗园区先后都遭到军事行动，要把他们剿灭。缅甸军政府在12月初更是突击 KK 园区还有水沟谷园区啊，扣押了数以千计的外籍人员，包括可能您刚刚提到的美籍的都有可能哈。但是为了展现威慑哈，军政府还采取了非常震惊的手段，就是用炸药炸毁整栋建筑物。那到了12月中啊，泰国军方也趁着上一波的泰柬冲突，出动了战机去轰炸柬埔寨边境的多间赌场。而泰国的看守总理呢，他就表示说，虽然柬埔寨的境内赌场呢不是在泰国司法管辖范围内，但是相关场所成为诈骗行动的掩护场所，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加以处理啊。何老师觉得，因为我们谈过非常多次哈，这个诈骗园区它就是像是野草一样，这个除不尽又在生，但是就是斩不断。关键就是我们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当然，我们国人这个提到这个缅甸哈，我们就会觉得这缅甸是不是都是诈骗哈，然后甚至于觉得说这缅甸人很坏，像我们误解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个集团哈，就是说它存在于缅北哈，实际上也不止缅北，柬埔寨也有，对不对？那柬埔寨那问题那个更难处理，因为那个背后跟鸿升集团还这个非常有这个关系。三不管嘛，对啊，那大家都不管。那我们还开玩笑讲这个像柬埔寨的诈骗，对不对？那个基本上是国营的哈。那就是说，事实上缅甸人是很善良的，我们都知道，这缅甸人是很勤奋。日本的商社他们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在缅甸缺乏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愿意进入到缅甸，对的，去投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缅甸的劳工真的好，有日本要求的那种劳动的这种精神，而且他们跟雇主之间的那种忠心，让日本人觉得就是说缅甸人的这种劳动伦理是最像日本人的。对，因为台商也在缅甸有设厂。这缅甸人是很赞的，是缅甸人是好的。可是那个诈骗集团基本上存在于缅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这国际的这个诈骗，它是一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当然，它现在也成为这全世界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中心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来这个处理哈？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说这缅甸的军政府哈，还有跟泰国这个似乎这个等于是去摧毁这样的一个这个园区。但是你如果这个不能够这个把你的这个行政权哈，就是说深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地方就跟刚刚林议员姐讲的一样，那地方基本上是一个三不管地，这也透露了整个缅甸的一个政治，就是说你缅甸军政府，你号称你是一个就你把翁山书记给关起来了，对不对？他生死不明，可是你真的能够牢牢的去控制缅甸吗？缅甸很多地方现在是无政府的状态，那这个无
政府状态，这刚好就是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所以，老师，您觉得缅甸军政府面对诈骗的这些问题，他是不想管，还是不能管，还是？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力有未逮，因为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这个去控制到整个这个他缅甸的这样的一个全境，所以现在的这个诈骗啊，在缅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几乎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权力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执法嘛。对，我那经常就开玩笑讲，这个刚刚黄老师讲这美国去炸委内瑞拉，对不对？我今天讲，如果北京的外交像美国那样子的话，他早就去炸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今天你是在我的踏旁，对不对？而且很多的受害者是我，而且这里面很多犯罪者也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他按照这种逻辑的话，对不对？那我来处理最好。可是我们看这个中国似乎他也不想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国家不一样哈，毕竟做法不一样啊。那黄老师又怎么看？因为现在讲到说，现在当政执政掌权的就是缅甸军政府嘛。虽然说他们最近刚刚特别提到了，举办了这个5年来的首次大选哈，而且现在由军方所支持的这个政党呢，在第一轮的投票是大幅领先。那这次呢，也看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说，有超过600万人在全国120个乡镇完成投票，这投票率有52.13%。所以他们说呢，就算在已经开发的民主国家哈，也有这个投票率不到50%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投票率啊，真是让缅甸自豪的来源呐。但是路透社也报道说，联合国还有西方国家呢，都质疑这次的选举其实是一个假选举哈，其实就是做样子、形式的。东协也都在观望在大选之后的政局。我要问的是，这样看来，其实军政府还是有可能继续长期执政，是这样。凡是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他都会透过一些方法去把自己的合法性，把它巩固一些啊。那么不论是集权或者是武装独裁，那这次的选举总的来看，你看到各方面报道，其实有些地方也很荒诞。第一个，军政府决定了哪些区域可以选，哪些政党可以选，啊，然后可以投票的区域是哪些？如果你限制哪些人可以参选，哪些人可以投票，结果投票率才52%，我觉得也蛮丢脸的。如果都是在你控制之下，那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预先写好剧本，然后试图，这不管是对国际或者是对缅甸内部有一些不愿意用革命或暴力手段去对抗军政府的人，去有一个所谓合理化的一个说法。可是他的这种选举，我觉得只会激发更多的内部矛盾跟冲突。那老师，我请教，您觉得未来会影响到缅甸军政府它政权的内部跟外部的因素，最可能是哪些？我觉得国际势力还是很重要，因为军政府背后，我想秉佑兄也很清楚，其实不管是反抗军或者是军政府，你今天能够在江湖上行走，形成这样的僵局，把类似一个国家里面有一部分无政府状态，外力都有介入。这外力的话是包括美跟中都有。对，那如果这些背后的大哥们都无力无暇或是不想去解决的话，那就是缅甸内部，我觉得反抗军要这种各个不同的势力，他们彼此的利益也有重叠，也有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去推翻军政府，难度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跟诈骗的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句话：“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